歡迎嚟到荔枝窩，呢度係我心愛嘅村莊荔枝窩。我係呢度嘅村長曾偉業，等我帶大家睇下趕人廣年。我哋寮鄉村喺內灣，睇唔到高樓大廈，又有風水林、紅樹林、河溪、農地，海邊係海岸公園，仲係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地質公園嘅一部分。村民世世代代咁保護緊自己嘅家鄉，住得舒服，代代都豐衣足食。荔枝窩村有400幾年嘅歷史，我哋入邊有姓曾姓黃兩姓，我哋都係客家人。而家後邊呢副對聯就反映出我哋近8年我哋嘅兄弟到外國打拼嘅故事。而家佢哋重新退休翻嚟，為我哋荔枝窩村注入更新嘅動力。好啦，我記下攞回杆車。好啦，我帶大家入村睇下。荔枝窩係慶春約7村嘅其中一村，其餘嘅6村包括鎖羅盆、梅子林、夾塘、三亞、小灘同埋牛屎湖。慶春約喺200幾年之前成立，當時為咗籌建東和墟，沙頭角嘅鄉村組成咗一共10約，而慶春約係屬於第9約。荔枝窩嘅村口有2座寺廟，協天宮嘅正廳供奉嘅係關帝，偏廳供奉嘅係福德伯公，而學生寺供奉嘅係觀音娘娘。2座寺廟喺2010年獲香港古物諮詢委員會評為3級歷史建築。保存嘅文物包括2塊刻有光緒10年，即係1884年嘅金色牌匾，同埋雕刻精細嘅石灣陶瓷公仔。如今喺荔枝窩村，仲會喺農曆嘅5月13慶祝關帝寶誕，同埋保持10年一屆嘅太平清醮。唔少喺海外嘅村民都會返嚟參加嘅。喺協天宮、學生寺同埋小型學校對出嘅廣場，前身係小型學校嘅球場。而家係慶春約舉行大大小小活動嘅場地，由新年嘅春茗聚會，以至10年一度嘅太平清醮，都係喺呢一度舉行。慶春約最近一次打醮係喺2019年嘅12月舉行，好多慶春約嘅村民，包括咗已移居海外嘅村民，都翻晒嚟參與呢一個酬神祭鬼、祈求福祉嘅盛會。荔枝窩文化館係由幾間日久失修嘅村屋同埋豬欄復修而成。項目團隊聯同香港中文大學建築文化遺產研究中心揾嚟資深嘅建築師傅，以傳統嘅建築技藝同荔枝窩在地嘅材料，參照入面原來嘅建屋方法去復修。舊豬欄已經變成咗半開放式嘅活動空間，而舊村屋就成為咗展覽嘅場地。而家嘅展覽係以當地嘅傳統稻米耕作作為主題嘅。早期嘅荔枝窩村係一條多姓嘅村，後來居民以姓曾姓黃兩姓為主，有曾氏宗祠、黃公維興祖祠同埋黃氏宗祠3個祠堂。而我哋荔枝窩曾氏族人係發源於山東，好似我哋曾氏祠堂咁，都係客家祠堂，一般規模較細，裝飾平實。喺荔枝窩嘅3座宗祠都係位處於民居之間，為一進一開間一門屋嘅格局。門鏈上下隊多數分別以世襲同家聲作結，道出氏族源頭同輝煌歷史。神廳比門屋高，廳內神台正中擺放歷代祖先總神主牌，神台下供奉嘅係土地神。村內有2族黃姓村民。黃維興為開基祖嘅一族，大概喺1735年遷入荔枝窩，後來大部分族人遷往附近嘅鎖羅盆。另一族以黃喜鳳為開基祖，佢哋喺近代從廣東惠陽坑子
經大鵬海路到荔枝窩。早期亦有部分族人遷往上水松柏塱客家圍。荔枝窩村係香港難得仲完整保留咗傳統村落風水格局嘅鄉村，冇受到城市化發展、道路建設等破壞佢嘅地貌完整性。呢樣嘢我哋都幾自豪㗎。當年我哋嘅祖先都覺得呢度地理環境好，先至喺度建村㗎。我哋條村背靠老夫石頂，面向印洲塘海，而風水林就隔喺後山同村之間，環抱住村莊。多條嘅天然溪流匯聚於荔枝窩，豐富嘅淡水資源全年都滋養住荔枝窩嘅農地。呢度就係我哋荔枝窩村村民一直保護住嘅風水林。呢度好多古樹名木，好多香港同外國嘅朋友都好中意嚟呢度參觀。後邊呢棵就係通心樹啦，其實佢嘅學名係秋風。以前好多人特登走過嚟捐落個窿度影相，但係而家唔好啦，佢真係受到咗保護㗎啦。荔枝窩村後邊嘅風水林大部分係屬於荃灣郊野公園嘅範圍，喺郊野公園同村落之間，面積約1公頃嘅風水林喺2005年成為咗特別地區，令到佢受到更好嘅保護，以免發展以及與環境唔協調嘅人為活動所破壞。雖然呢個地區面積唔大，但係至今已錄得超過100種植物，包括青藤公同埋金葉樹，呢啲都係本港罕見嘅物種。呢棵就係五指樟啦，大家睇落去點解剩翻4隻手指咁奇怪嘅？其實其中一個手指係當年俾日軍斬咗翻日本。後來村民為咗再繼續保護呢棵樹，佢哋就喺棵樹面前拜神。日軍當時佢認為大自然係有神靈嘅，所以冇繼續破壞落去。仲有呢棵樹係香港其中一棵最大嘅樟樹。我哋而家落田度揾下把人啦。歡迎嚟到荔枝窩嘅農地，周圍睇下，對咩有興趣嘅，我再同你講解。荔枝窩以前家家戶戶都係種稻米為主嘅，咁喺農地好忙嘅時間咧，佢哋係會互相幫助。咁喺2014年開始，我哋復育翻呢片農地嘅時候咧，採取一個社區農業嘅模式。咁喺呢個模式底下咧，而家大大小小有8、9個農場咧，分別喺度種緊好多唔同嘅作物。咁但係咧，佢哋都係以有機耕種為主嘅。咁而呢個農區嘅一啲公共設施咧，係啲農夫咧會抽時間出嚟，大家共同去管理嘅。荔枝窩水源充足，我哋眼前呢條溪流全年都川流不息，足夠供應食水、生活用水同埋農業用水。我哋而家身處呢個位置叫做杯頭潭，屬於一個傳統嘅陂頭，作用就係引導河水供應附近嘅農田作為灌溉之用。喺成個山谷入邊有好多個陂頭，佢哋引水入田，一級一級咁樣供應呢啲淡水去我哋嘅稻田入邊。細心留意一下，河岸嘅兩邊都係石砌嘅河堤，河底都有啲原來嘅沙石，加上兩岸嘅植被，保持住原始嘅淡水生境。歡迎大家嚟到我哋嘅農場，附近有好多唔同嘅作物，睇下對咩有興趣，我帶你去睇下。好啦，咁我哋而家咧就嚟到呢個種植薑嘅地方。咁我知道咧呢個薑田咧有啲特別嘅，就係話咧附近有好多嘅大樹咧，提供咗好多遮陰嘅地方俾呢個薑田。咁我身邊呢位咧就係我同事阿英姐，佢就負責主理呢塊薑田㗎啦。咁不如我請教阿英姐，呢度其實種咗一隻咩薑啊？玉薑嚟嘅。玉薑，哦，咁呢個玉薑其實係幾時開始要種咧？然之後種幾耐可以收成啊2月至3月份就要種㗎啦。咁種幾耐啊？種到12月至1月就要刮起㗎啦。12月至1月、2、3月，哇！成10個月、11個月，好長嘅時間。係啊。咁呢樣咁長嘅種植時間，有咩功夫要做㗎？我見到咧啲薑面頭咧有好多啲枯葉鋪喺個泥面度，係有咩功用嘅咧？好多嘢做，但係咧而家鋪喺面上嗰啲薑葉咧，一個咧就砍草做護耕，第二個咧等嗰啲薑咧生得旺盛靚。哦，即係兩個主要嘅用途。第一，冚住個泥面，冇咁多雜草；第二就保護住嗰個薑個根。係。明白。咁呢隻玉薑咧，到你收成嗰個時候，其實有冇咩特別好嘅功用咁樣㗎？好多用途都好好啊，攞嚟煮菜啊，各方面啊，好似啲楚魚婆婆最需要啊，
最需要就係用呢啲肉薑啊，做薑醋補生嘅、驅風嘅。哦，即係原來咧煮餸可以用之外咧，生完小朋友嘅人就注意啦，可以用呢個嚟煲薑醋係補身嘅。係。好啦，我見到你個薑田都好大，應該仲有好多功夫要做。不如我同你一齊過去處理埋其他嘅薑啦。好。嗯，好。好。好啦，咁我哋咧而家嚟到呢個種植木瓜嘅園區啦。咁啊，請到我同事阿 Carol，佢係負責咧處理呢度嘅木瓜嘅。咁不如我哋請 Carol 介紹一下呢個木瓜嘅種植區究竟有咩特別？係啦，我哋呢度咧就係木瓜田啦，主要都係木瓜啦。咁另外咧，木瓜樹底下咧，我哋有咖啡啦，又有啲辣椒啦，嗰邊有南瓜，另外嗰邊有啲紫蘇，我哋做一個間作嘅耕作嘅。哇！喺一個地方細細，但係種咗咁多種嘢，其實有冇咩特別嘅目的咧？係咪想用盡晒每一寸嘅空間？呢個一嚟啦，咁另外咧就我哋都會因應呢個植物嘅特質咧，就譬如高啲嘅木瓜樹可以幫咖啡擋陰啦。咁另外我哋啲南瓜欄地咧，咁亦都幫我哋可以少啲除草嘅功夫咯。明白，即係每一個唔同嘅作物喺呢度咧，都有一啲獨特嘅功用喺度，組成一個系統咁樣。係啊，係啊。咁啊，另外我想問啦，點解我哋要喺荔枝窩咁偏遠嘅地方去種呢啲木瓜咧？呢啲木瓜有冇咩特別咁樣㗎？係啊，我哋木瓜咧係一個無機改嘅木瓜嚟嘅。咁無機改咧，我哋要維持嗰個基因係要好乾淨啦。咁如果我哋喺一個冇咁偏遠嘅地方喺市區種，咁市區隔離嘅木瓜可能係有機改㗎嘛，咁好容易就會做咗一啲交叉授粉嘅果實出嚟咯。明白。咁所以喺呢個咁偏遠嘅地方，附近冇其他木瓜，咁就冇咁容易有一個交叉嘅授粉，我哋就保持到最純正嘅無機改木瓜。冇錯啦。哇！聽完你咁樣嘅介紹咧，我都覺得係咪想食咧？好好味，係啊，好想食。不如我哋而家去嗰度摘一隻啊。OK，係啊，嗰邊啦。好，我哋而家嚟到苗室呢個位置，咁啊，我同事唐生係呢個苗室嘅負責人，咁我哋而家不如一齊請教下唐生，我哋點樣去運作呢個苗室？好啦，唐生首先想問下你，呢個苗室其實個作用係啲乜嘢咧？保護啲幼苗咯，同埋有計劃咁生產啲幼苗啊，要生產上嘅苗咯。咁其實你話保護啲苗係保護佢避免啲咩情況發生咧？比如你喺露地育嘅時候咧，有天啦，或者天氣問題啦、雀仔啦、動物啦，可能會食咗啲種子啦。有苗室咧，佢就可以保護佢咯，同埋有計劃咁生產咯。所以其實即係啲幼苗喺初生嘅時候有機會受到啲外來因素影響，咁我哋喺苗室入邊種到佢咁上一大先至移落去咧，咁就可能可以好有計劃咁樣控制到個田，我哋究竟種幾多嘢落去，咁就控制到個生產嘅情況啦，係嘛？係啦。好，咁另一個問題我有個疑問啦，就係其實好多植物其實好多時都係種子去種㗎嘛，咁究竟點解無端端要唔直接種種子，要種個苗咧？有啲可以喺露地可以直接種嘅，但係咧好多都係即係唔係咁適合咯，係嘛？因為好多動物啊、蟲啊、蟻啊會食佢咯。等佢生長到某個階段嘅時候，再移植落去大田咧，就比較安全啲咯。明白。好，唔該晒你，唐生。咁不如我哋而家一齊睇下啲唔同嘅幼苗嘅生長情況啊。呢個係紫蘇。好啦，咁我哋而家嚟到咧，呢個就係冬瓜種植區。我身邊我嘅同事係 Jamie，佢係負責種呢個冬瓜嘅。咁或者我哋請阿 Jamie 介紹下呢度究竟種咗啲咩冬瓜？好啊，咁我哋今年咧就種咗5款冬瓜，係啦。咁啊第一款咧就係一啲比較大型嘅叫做青皮冬瓜，咁就係一啲本地農夫自留嘅品種嚟嘅。咁除咗青皮冬啦，我哋仲種咗一啲大陸嚟嘅粉皮冬瓜，都係一啲比較大嘅冬瓜嚟嘅。咁我哋仲有啲中型少少嘅粉皮冬瓜，咁啊仲有2款咧就係一啲細長啲嘅長型嘅冬瓜，咁都係今年第一次試種，咁啊 total 5種。呢度田仔細細，原來都種咗5種冬瓜咁多。咁我見咧呢度嘅田咧有成好多個呢咁樣嘅瓜棚，咁啲瓜棚其實實質有咩作用嘅咧？其實啲瓜棚咧就係攞嚟吊起隻冬瓜嘅，咁因為6、7月嘅時間都比較多雨水，咁啊吊起隻冬瓜咧就冇咁易等啲雨水浸爛隻冬瓜，同埋就少啲地上面嘅蟲爬上去冬瓜嗰度咬爛隻冬瓜啦。咁另外咧，我見咧其實
即係除咗吊起之外咧，個瓜咧仲有一個網袋，上面又有報紙，咁佢又有咩作用嘅咧？咁其實冬瓜種冬瓜嘅時間咧都比較多瓜蠅去搞冬瓜嘅，咁所以我哋就笠翻個網袋去防止啲瓜蠅喺個瓜上面喺瓜個入面產卵。嗱咁啊，另外就因為冬瓜去到6、7月嘅時間咧都開始成型，咁就會出咗一個膊頭出嚟，咁就係個膊頭咧如果曬親嘅話咧就會爛咗就冇收成啦。咁所以我哋就要吸翻個報紙遮住個冬瓜，咁唔好曬傷咯。哦，原來係咁，原來除咗人要防曬之外，冬瓜都要防曬嘅。哇！我見到你仲有好多隻冬瓜都未做呢個遮報紙嘅動作，不如我而家花啲時間同你一齊去處理埋佢啦。好，我哋開工。好啦，咁我哋而家咧就嚟到荔枝窩嘅咖啡種植區。咁呢個咖啡種植區咧有一個特別嘅地方，就係咧佢係實行一個農林間作嘅模式。咩意思咧？就係話我哋喺保留咗一啲原生嘅高大樹木底下嘅樹蔭嘅地方咧，去種呢啲內蔭嘅咖啡嘅。咁好多人會問啦，咦，香港係合適種咖啡嘅咩？冇錯，其實香港咧喺個氣候上咧都適宜種咖啡嘅，唯獨是咧香港就欠缺一啲高山咧，去有一個足夠嘅海拔高度咧，去生產出一啲風味比較獨特嘅咖啡。咁但係呢個問題咧唔緊要嘅，我哋可以透過咧咖啡嘅後製嘅過程咧，去彌補呢啲先天嘅不足。咁咖啡其實咧種咗落地之後咧，起碼要3、4年嘅時間咧，先至會有咖啡嘅收成。咁喺我身邊呢棵咖啡咧，其實已經生長咗4、5年嘅時間。咁你見到佢而家咧果實累累，相當之吸引。咁但係咧，慢慢隨住個咖啡成熟，開始轉紅色咧，嗰個情況我哋先可以收一啲咖啡豆去做呢個後製嘅過程嘅。係啦，咁而喺荔枝窩呢個地方咧，我哋其實試種咗好多唔同嘅咖啡，希望揾出一種咧，無論喺個耕種模式或者個氣候上咧，都係適應得最好嘅咖啡品種。所以喺不久嘅將來咧，相信大家咧都可以喺城市入邊品嚐到我哋香港本土出產嘅咖啡㗎啦。今日嘅參觀嚟到呢度係咁多啦，歡迎大家再嚟臨荔枝窩。拜拜。